Hello， 大家好，我是静。那今天的影片呢，我想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就在最近的2周呢，新加坡是再次的被推上了这个中文圈的风口浪尖。那主要呢是因为2个事件。那第一个呢是大概发生在9月17号的时候，我们的总理黄循财先生是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一个采访。他在采访当中所发表的一些言论呢，是被台湾的一些媒体给夸大其词，更加可以说是曲解了。然后呢，在台湾的社会上是引起了轩然大波。那有许多的台湾人呢是非常的愤怒，会觉得为什么新加坡的总理要讲这样的话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大的事件呢，是因为香港的民运人士黄冠聪，他在9月27日的时候要入境新加坡，被新加坡的移民局以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原因给拒绝入境，把他原路遣返回了美国。那这2个事件呢发生的时间点其实是非常靠近的啊。那因此呢就导致了香港和台湾的许多人对新加坡颇有微词啊，就有很多的诟病。就连我的影片下面也突然出现了大量的自称是香港或者是台湾的人士来对新加坡做出一系列的攻击和辱骂啊。那我一开始呢也以为这些人是来自于台湾或者是香港的，他们对新加坡是真心的不满，是新加坡的行为刺激到了他们啊。可是后来我认真的去看了一下啊，去研究了一下，特别是当我专门去翻看了一下最近2个礼拜台湾的蓝白营的这些媒体所带的风向呢，今天我是豁然开朗了啊。那我首先去看了一下中天的一些报道啊，那他的报道呢就是非常的夸大其词，就是他们有意的把新加坡放到这个风口浪尖，放到这个火焰上去炙烤，故意的夸大和扭曲了我们黄总理当时接受采访的讲话的内容。那譬如说有很多蓝白群体的媒体放了大大的标题，说这个新加坡总理警告台湾说中国不武，台湾不独。他就是以这样的就是骇人听闻的特别夸张的中文翻译去把新加坡往这个风口浪尖上去推啊。那事实是什么呢？说句实在话，我一开始是并没有关注黄循财先生所接受的采访。那今天呢，我专门抽时间去看了一下他采访的内容，就逐步的看了一下啊。我看了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啊！其实这一切都是台湾的蓝白营或者是中共在背后故意的想制造矛盾。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新加坡不管是李显龙先生当总理的时候，还是黄循财现在当总理的时候，我们从始至终对台湾、对美国、对中共的立场都是一致的，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如果说你去回翻一下新加坡在外交立场每一次表态，我们都是中立的，我们都不会去说我支持美国，我支持中共。这就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弹丸小国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之道。我们是在夹缝当中生存。众所周知新加坡是没有任何的自然资源的。那新加坡能有今天，真的是要感谢新加坡这些杰出的技术官僚的人才，还有新加坡人一起的共同的努力那所以说，新加坡其实在任何的国际的矛盾和事宜上，我们的态度都是我们不会主动的去冒犯任何人，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也是有明确的态度的。譬如说俄乌战争和这个以哈冲突的时候，新加坡都是第一批站出来谴责这个入侵者的国家之一。我们并没有因为我们是一个弹丸小国而不敢出来表态。
那最近呢，因为新加坡的黄总理接受华尔街采访的一些言论啊，就被台湾的蓝白的营和这个中共的网军抓出来，单挑出来，大做文章啊，就扭曲了我们黄总理的原始发文。其实我们黄循财总理他所表达的，从始至终都是美国在世界上表达的意思啊。可能有很多人会说啊，新加坡是不支持台独的，是支持所谓的一中原则，诸如此类的啊。如果说你是一个有心人，你回头去研究一下，这一路来新加坡在对于台海局势上面，其实我们的说辞都是和美国高度一致的，我们都是跟着美国说我们尊重一中政策。他这个说法是根据美国说法的，因为现在美国在国际上还是说一中政策，保持现状。当华尔街的记者问我们新加坡的黄总理，你对台海局势的看法是什么样子的？那如果说台海局势如果真的是发生战争的话，你会不会担心新加坡也被牵连进来啊？那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问题嘛，他就是想看新加坡对台海如果假如说发生了战争的一个态度啊。那新加坡的黄总理他的回答其实也是很标准的呀，就是一个新加坡在国际上一贯的一个态度啊，他还是参考了美国在台海局势上面的态度，就是一中政策，保持现状。保持现状的意思就是说，现状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那黄总理有强调说，我们当然是不希望有战争的，特别是台海啊。那如果说中共真的是入侵台湾的话，那整个亚洲乃至于这个美国都会被牵扯进来。那中共如果真的胆敢去打台湾的话，那肯定就直接开始了第3次世界大战了，它这个是绝对的啊。那所以说，在过去的很多年，即使说中共对台湾一直都是虎视眈眈的各种文攻武吓，但是中共是迟迟不敢动手，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其实它也只是一个纸老虎，他们也可以参考它的俄爹打这个乌克兰的结果啊。那所以说呢，当俄乌战争一直拖延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还在进行谈判的情况下，我个人是觉得中共是不敢轻举妄动，也不敢去入侵台湾的。再加上中共本身的一些内忧和它的经济上的问题啊，就是说它现在其实是处于一个苟延残存的一个状态啊。那所以说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大家都希望保持现状，保持和平，大家最好不要有正面的直接的冲突啊，就是导致这个战争的爆发啊。那这是我们新加坡的总理当时所表达的一个意思啊。可是呢他的话语就被台湾的蓝白营体把它扭曲了，说新加坡总理警告说中国不武，台湾不独，就是严重的扭曲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要看这些领导人的发言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原文。原采访的影片，要去看英文的原版，不要去看那些故意的想煽风点火、想制造矛盾的人，他故意扭曲、故意夸大、故意带风向的翻译的言论，这个都是不准确的。这些人就是摆明了想在这个外面的民主世界，特别是在亚洲制造分裂。大家可以稍微的用逻辑去思考一下，如果说亚洲各国都分东离西的话，大家都相互看不顺眼，大家都相互讨厌的话，这个时候对谁最不利？对谁最有利？最不利的是对台湾。台湾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台湾现在确实是依仗美国的保护，
才可以保持现状啊。中共对台湾一直都是虎视眈眈的。那如果说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没有美国一直钳制的中共，台湾可能一早就被中共给入侵了啊。那所以说现在啊，中共和大量的台湾内部的有大中华主义的蓝白群体，想要把台湾拱手让给中共的。他觉得他和中共是一家的，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的。这次台湾的大罢免为什么会失败？我相信台湾人比我更清楚。说实话，大罢免失败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在讨论任何台湾的政治。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影片。我为什么不愿意讨论？说实话，我心里是有些失望的，因为在大罢免之前，我真的很希望大罢免能成功。我当时做了好几期影片，去呼吁大家，去唤醒大家，让大家认清楚中共的野心、中共的渗透，以及中共对台湾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统战的工作，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成功了。我只是希望台湾人民能用自己手中的选票去捍卫自己来之不易的民主和自由。当时我真的是苦口婆心的做了很多期影片，去帮你们呼吁，去帮你们呐喊，希望能喊醒一些人啊。说句实在话，我本人是新加坡人，我不是台湾人。台湾的政治前途最终到底如何，其实和我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之所以愿意站出来去挺台湾，去呼吁，去做影片，去点醒你们，因为我是一个前中共国人，我是从那个大粪坑里面爬出来的。我不希望台湾的人民啊去遭受中共国人正在遭受的一切。所以说我是一个亲历者，我希望通过我的现身说法，能唤醒那一些对中共还抱有幻想的大中华主义的台湾人，让他们看清楚中共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不要被他们蒙蔽了啊。那所以说，当我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去呼吁、去唤醒之后，最终大罢免的结果是不尽人意啊，我们都知道是失败了。说实话，我也感到深深的无力的，因为我觉得我的力气和影响力太小了。无论我如何的去帮你们呐喊，我都没有办法去直接的去拯救你们台湾，因为台湾是要靠你们自己，你们2300多万台湾人自己去努力的，你们自己要醒过来了，说我就想要民主和自由，我不要独裁，我不要中共来统治我，我不要做一个奴才。当2300多万台湾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才可以真正的去捍卫台湾，捍卫你的国家需要靠你们自己的。所以说啊，当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说句实在话，我对那些有大中华主义的台湾人是非常非常的失望的。所以说，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大罢免之后，我都没有任何的兴趣去讨论台湾的政治，因为我觉得我需要调整一下我的心态，我需要去重新的认识和审视我固有认知当中的台湾人。所以说我就闭口了，我就没有再讨论台湾的政治了啊。但是最近因为这个中共的网军以及台湾的蓝白营的人，再一次的把新加坡推上了风口浪尖，就是想在这个亚太地区去制造这样的内部矛盾，让台湾和他周边的国家都变成敌人，就是故意的要挑拨啊。你看一下啊，这几天啊，台湾的媒体，各大媒体就是拼命的去煽风点火，去报道这个黄循财总理的接受的采访和新加坡禁止这个罗冠聪入境的事情。说句实在话啊，我在我上期影片当中已经说了，任何的国家都有绝对的权利去拒绝任何人入境，也有这个权利去遣返任何人，甚至不需要给一个交代，这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权利啊。那所以说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罗冠聪被遣返的事件会发酵到这么大，变成了各种的网军一边倒的去攻击新加坡，就是把新加坡强行的往中共那边推啊。那我在这边呢，我真的想郑重的再提醒一下，就是全部的民主的人士，不管你是香港的还是台湾的，哪怕是任何国家的人都好吧，你们一定要记住啊，在最近啊，你观察一下新加坡的李显龙先生李之正，他在中共93大阅兵的时候，他去了日本，接受了这个旭日大寿章的这个授勋，然后在这个93大阅兵的当天，我们的总理黄循财先生，他也并没有出席中共的93大阅兵，他只是派了一个副总理去参加，而且他去的时候也是非常低调，存在感是非常之低的，也没有和这些习近平啊、普大帝啊、金三胖合影的照片啊。然后我们的黄总理是去了印度出访。还有再来就是我们的李之正李显龙先生，在最近也刚刚出来发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讲话，去强调，即使说很多中国人认为新加坡和中国是同根同祖同种，但是不同意。他当时的言论我还做了影片专门给大家去分享啊。他出来说的是，新加坡不是一个华人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华人的国家。为什么李显龙先生会在这个时候出来说这样的一段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强调、去重申新加坡不是华人的国家？新加坡确实也不是华人的国家，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多种族、多元的国家。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人和中共一直来反复的碰瓷，来搞祖宗论、人种论，想碰瓷新马两地。就是要强行的把它纳入到中共的板块当中去。那新加坡其实一直在委婉的拒绝的，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拒绝，就是强调我自己本身是什么，我们不是你们中国人和中共所宣扬的那样的一个国家，我们是一个多种族的，我们是一个与西方世界、与民主世界接轨的一个国家，和你们中共的马列主义与共产主义不是同道之人。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新加坡人，我看了新加坡的政府这一系列的动作之后，我个人的总结，我个人的看法，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啊？那所以说，当你们去细细的推敲和观察新加坡政府所做的一切之后，其实答案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了。所以说我更加的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台湾的观众和香港的观众会掉进这个中共的网军和这个台湾的卖台人士的这个陷阱当中，被他们给带了风向，现在都跑来一窝蜂的攻击新加坡，骂新加坡是中共的狗啊，骂新加坡很怂，骂新加坡不敢得罪中共，说新加坡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特别现实的小人，诸如此类的一切的非常不堪的辱骂啊。那我现在我就想问屏幕前面的观众，不管你的国籍是什么国籍，你作为你国家的国民，一个公民，你扪心自问一下，请问哪一个国家在外交上，在任何的利益层面上，不是先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先的？请问在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考量吗？那为什么新加坡在为自己考量的时候，就变成了小人，就变成了唯利是图呢？每一个政府，它的唯一的工作就是为自己的公民
制造福利，制造更好的生活，把自己的国家先搞好了。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有更多的能力，譬如说好像欧美的各国，他们是先进的国家，他们有多余的资源、多余的能力去帮助其他的国家发展，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特别讨厌的是那些不管是白左还是黄左圣母婊，就是当这个事情和他无关的时候，不是让他去冲在前线付出的时候，他就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谴责人家啊！你新加坡，你这唯利是图的小人呢，你为什么要遣返这个罗冠聪啊？我说句实在话啊，新加坡遣返罗冠聪，我是举双手赞成的，我觉得做得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棒。如果说有兴趣的观众，你可以去看我上期影片，我有分析为什么新加坡就必须要遣返罗冠聪啊。其实从某些层面上来说，也是保障他的一个个人的人身安全。对罗冠聪这样的民运人士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人身安全。现在这个时候，当中共放了100万的这个悬赏通缉令的情况下，他就根本不应该来到亚洲啊，他就应该好好的待在英国、待在美国，去保障他的个人的安全啊。那所以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的趋势，会让罗先生想要亲自飞来新加坡去参加一个所谓的闭门会议。说句实在话，我这几天一直在反复的思考罗冠聪这个事情啊，我真的是严重的怀疑，他这个所谓的闭门会议是不是中共和香港方想方设法给他设的一个局，就是想骗他入局的，我们都不得而知的啊。那所以说如果说他真的是要参加会议的话，现在科技如此的发达，你可以在网上通过视讯的方式去参加会议，为什么要亲自的飞过来一趟？我也真的是非常的不解啊。那所以说呢，他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啊。新加坡把他原路遣返，其实对大家来说，不管是对美国、对英国，还是对罗冠聪本人，还是对新加坡本国的利益，都是最好的处理方式。那如果说你不赞成我说的，那也真的是不好意思啊，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想法啊，因为他的人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谁也不想看到就是罗先生陷入到一个危险或者一个尴尬的境遇当中，对大家都不好的。说句实在话，我并不认为罗冠聪先生被新加坡禁止入境和遣返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新闻，特别大的一个事件。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在这个事件的背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拼命的在推。在拼命的煽风点火，把这个事情弄得非常的大，就是想制造这样的矛盾，让亚洲国家去自己分裂。还有再来就是，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新加坡总理的发言变得这么重要了。为什么我们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国，总理所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一个随意的一个采访，居然就被炒作的好似美国总统川普的发言一样呢？我就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台湾观众们新加坡对台海局势的看法，对中共的看法，对台湾的看法，真的对你们有任何实质上的影响吗？没有，新加坡没有那么重要，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国际的影响力。新加坡的总理所表达的只是根据美国在国际上的统一的说辞、统一的口径，就是一中政策，保持原状 ，the end， 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真是要呼吁一下就是台湾的支持民主自由的人士，还有香港的人士，大家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原版的、原始的影片，不要被这些简中区的或者是台湾的一些有心的媒体给故意扭曲了，带了风向。这些人都是有目的的。大家想一想如果说新加坡和台湾
都有了裂痕的话，那得利的是谁？得利的不是你们台湾，是中共啊！这些网军和这些蓝白营的人，为什么要把新加坡在这个舆论上拼命的往中共那边推呢？你们想过吗？但凡是你了解新加坡一丁点，你都知道，新加坡我们的官方语言是英文和马来语。华语只是我们的第二语言而已啊，所以说新加坡不管是在国际上、在文化上、在所有新加坡人的价值观上，都是和西方更加接近的。如果说你不信的话，你上街上去随便拉一个新加坡人去问一下。你问他，如果说一定要选边站的话啊，如果说真的是发生战争了新加坡会选中国呢，还是选美国啊？你自己去问答案，新加坡人也可以扪心自问一下。那当然了，中华交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啊。那所以说，答案是非常的显而易见的，大家不要再误解新加坡了，好吗？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对这一次新加坡无缘无故的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的一个看法。OK， 好了，以上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